田氏，京城下半夜，城西一处偏僻的宅子。宋天喜，你我本就貌合神离，给你一纸休书已是仁慈，没想到你还找到了这里来。若是你再这般不识好歹，就别怪我不念及这些年的夫妻情分。顾青云，你扪心自问，我宋天喜打从嫁入你家，我可有做过半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日日只知道读书，公婆是我伺候的，全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也是我管的，就连你上监赶考的路费，都是我大冬天给别人一件衣裳洗出来的。而你如今刚高中，就想让我下堂，你对得起我吗？他从知道他高中以后，便日日盼夜夜盼，可哪曾想没盼着他人回来，却盼来了一纸休书。公婆更是在他饭菜里下了药，药晕了他，偷偷往京城来了。若不是收房子的人来了，他还会被蒙在鼓里。他不甘心，这才一路颠簸地找到了京城来。那都是你自愿的。我自愿的？你个晦气东西！宋天喜，我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如今我儿高中，自然会有更高的门楣与他相配。我们愿意主动给你一纸休书，那也是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怎么，你们一家奴役我这么多年，如今给我一纸休书，我还要感激你们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休想！只要我宋天喜不死，你们就别想踩在我身上过好日子。他如今平步青云了，你们就想甩掉我，没门！你这毒妇，你就是想阻碍我儿发展。哎呦，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了，给我儿看上你这么恶毒的女人？我恶毒？婆母莫不是说错了吧？我从嫁过来，你们一家便嫌弃我是农家女，你整日里给我立规矩，我每日里成婚定型，一边伺候你，一边还要赚钱养家，就连我那未出世的孩儿都在你的搓磨下落掉了。你说我恶毒，这恶毒之人到底是谁啊？看着这样的宋天喜，顾青云脸上闪过一抹杀意。他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出人头地，那是万万不能容忍像她这般卑贱的女人拖他后腿的。而李翠兰更是气急，儿子与他说过，这次高中京都已有贵人看中他，想纳他当女婿，但宋天喜这个毒妇这般的纠缠不清，注定了要毁他儿前途。我就问你一句，这休书你接还是不接？我不接，我凭什么接？我为这个家的付出，你们看不见，那些街坊邻居却是看得到的。你们敢抛弃糟糠之妻，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他说完便要转身离开，却不曾想顾青云抓起桌上的花瓶就朝他砸了来。哎，儿啊，你砸他做甚？娘，他铁定不会善罢甘休，与其留一个后患，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他比了一下脖子。李翠兰先是一愣，可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宋天喜，最终无情地点头。等再次醒来，宋天喜只觉得头痛欲裂，他被捆了双手双脚。顾青云端着一碗药蹲在他的面前。你要做什么？天喜，你与我夫妻情分这么多年，我这心里面还是记着的。我本想给你一纸休书放你归家，可无奈你居然找来了京城，更恶毒的想去衙门告我。你也知道我这读书不容易，好不容易熬出了头，你既然心悦我，自然不会阻碍我，是不是？说完他就把碗递了上来。宋天喜哭着摇头，抬起被捆住的手想要打翻那碗。旁边的李翠兰和顾青云的爹顾铮急忙走了上来，一个按住他的手，一个捏开他的嘴。顾青云恶狠狠地给他喂下了药。顾青云，想我对你一心一意，你为何这般对我？谁让你挡了我飞黄腾达的路呢？左右你也要死了，我便让你死个明白。你以为那孩子是娘给你立规矩留的吗？
其实是我在你的吃食里面下药，故意让你留的。而且这么多年，你知道为什么你就只怀了那一个孩子吗？因为你这身子，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孕了。你这个畜生，那也是你的孩子呀，是你的孩子。我顾千云的孩子，自然会有高门大户的女人替我生，你不配。说完，他转身出了门。只见顾青云走到外面，也不知道哪里找来一个火把，举在了手上。贫贱之交无相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顾青云，你忘恩负义，你不得好死！他话才说完，嘴里的血再也压不住的吐了出来，而顾青云手上的火把也扔了进来。李翠兰还是有些害怕。儿啊，这真不会有事吗？这火一大，待会儿有人查起来。娘，你怕什么呀？我就知道他会找上门，故意找了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将他带了过来。他既然来了，我就没想过让他活着离开。这天干物燥的，就算是起了火，也不会有人怀疑什么。而且也幸好他找了过来。我先前就在想，只是给他一纸休书不妥。若想别人查不到我的过去，他死了才好。只要他死了，我的那些过往便烟消云散了。啊，今日一过，再过2日，我儿就要娶那高门贵女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是能重来一世就好了。喜儿啊，喜儿，哎，你这孩子怎么装聋作哑的呀？娘跟你说话呢。宋天喜有些不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熟悉的声音还在耳边响起。你来看看，你成亲那天的盖头，娘是给你绣石榴花呢，还是给你绣鸳鸯啊？这石榴花寓意是多子多福，哎呀，鸳鸯呢就是夫妻和睦嘛，美满幸福，都是好兆头。来来来，你快来选一选。听着这些话，宋天喜的眼睛模糊了。那真的重生了？是上天怜悯我吗？竟让我重生到了嫁给顾青云那个渣夫之前。他一把抢过松荷花手中的红布，将那红布直接撕了个稀碎。哎，你做什么呀？回头对着宋天喜刚要发火，哪知宋天喜却一把抱住了他，瞬间眼泪就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上一世因为顾青云一家嫌弃他的出身，不让他和娘家往来，他从嫁出去以后，除了回门的时候回了一次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后来家里人想他，去县里看他，还被他拒之于门外，他可真是不孝啊。娘，我不嫁，我不嫁了。这做女人的哪有不嫁人的呀？而且你这婚事都已经定下了，可莫在这般说了，仔细你奶奶听见又要骂你。就算是奶骂我，我也不嫁。宋天喜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将屋外的陈寒秋和陈天凤都吸引了过来。这都快过年了，又马上要到你大喜的日子了，你哭哭啼啼的也不嫌晦气。宋天喜看着他们，哭得更厉害了，这倒给两人整不会了。他这是怎么了？你对他说重话了？哎呀，娘，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刚刚我拿着红盖头进来，问问他想绣个什么样式的，哪知道这丫头啊，话是一句都没说，抱着我就是哭啊。陈寒秋听他这么一说，又看着地上撕碎的红布，心中有些心疼，可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宋天喜，一时间又骂不出来。毕竟孙女儿马上就要攀高枝了，全家以后还指望着她呢，所以他还是得给她几分面子的。好了好了，这都快过年了，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奶，我不想嫁给顾青云了，你能不能帮我退了这门婚事？哎呀，你个不知好的蠢货，那个顾青云是个秀才呀，能和咱家一亲，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而且现在这婚事都已经定下来了，怎么能说退就退呢？这福气谁爱要谁要。先前你不是还很满意这门婚事吗？而且你娘说的也没错，这顾家儿郎现在可是秀才，他年岁不大，还能往上考，要是考中进士了，可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咱们家多花了几个钱，能与这样的人家结为亲家，是咱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了。退亲的事情莫要再提了，再提我就说到你爷面前去，免不得你要挨一顿打。说完，他拍了拍宋天喜的手，让他别再闹了，好好的在家中绣嫁衣，就和陈天凤出去了。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还想着要退？你说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这红布是中公出钱买的，你这撕碎了又要我跟你爹掏银子了。哎呀，娘，我真不想嫁给顾青云。你这当真要气死我呀？娘，我做了一个梦。听宋天喜说完，孙荷花拍着胸脯一阵后怕。你莫不是在吓娘吧？你这梦做的也太可怕了呀！是啊，娘，我今早一醒来，就觉得那毒药还在我五脏六腑一般，浑身也像还在被火烧一样。那梦太真实了，真实的像我自己亲身经历了一般。是不是这准备成亲的事情让你压力太大了？哎呀，这都是梦，梦和现实那都是相反的。那若是真的呢？哎呀，不会的，不可能是真的啊！娘，是真的，会成真的。孙荷花哪里会相信他说的？那顾青云是读书人，怎么会做出这么猪狗不如的事情呢？可见他一个劲儿的哭，心想着今日这绣活是做不成了，便哄着他睡下，这才出了门。三弟妹呀，真不是我说，你屋里就这一个赔钱货，能嫁给秀才老爷，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家天喜说真是不要，换成我家天欢也成啊，左右我家天欢这过完年也及笄了。哎呦，那也要你家天欢有出息不是？那顾家点名就看上了我们天喜，你呀就别痴心妄想了。陈天凤听见这些话，心中很是不舒服，她瞪了孙荷花一眼，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端着砍好的红薯藤去后院喂猪去了。他怎么样了？还嚷着要退亲呢？娘，怎么会呢？人顾家那么好的亲事，这喜儿啊，他就是梦魇了，说胡话呢。那些不该有的心思，最好别让他生出来。咱们一家贴补了那么多银子，想把他送出去，你告诉他别不识好歹。知道啦。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怎么才能让家里放弃这门婚事呢？重活一世，他一定不会再嫁入顾家，也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爹娘，让他们在这个家不再这么窝囊。最好的方式就是带着爹娘分家，逃出这个吸人血的蚂蟥窝，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揉着眉心，还在思考着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喜儿，该起了。娘，马上。哎呀，又做噩梦了。娘觉得呀，你就是多想了，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娘，我是真的不想。待会儿吃饭呢，你万不可在你爷爷面前说你要退婚的事儿，知道不？不然你爷爷还没动手呢，你爹就得动手。哎呀，这说来说去还是娘没本事，没能给你爹生个儿子。若是娘也能有个儿子，你有个弟弟，如今也不会在这家里边吃这么多的苦。行了，娘，我心里也有数。反正离他和顾青云成亲还有1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他有的是时间想办法。见他不再嚷嚷着说退亲了，宋荷花这才松了一口气。穿好衣裳一出门，就看见那屋檐下端着饭菜的宋天欢。三姐不就是说了个好夫家而已，如今什么活都不用做不说，
也不知道每日躲在屋里是绣花还是睡懒觉。说完，路过宋天喜身边的时候，还用屁股顶了他一下。你的心肠还是这般歹毒，宋天华，我警告你，只有这一次，以前你欺负我就够了，以后若是你再这么目无尊长，我不介意替大伯母好好教训你一下。说完，他拉着目瞪口呆的孙荷花转身去厨房帮忙去了。饭桌上，宋冲一边吃饭一边朝着陈寒秋说道：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准备接节礼，到时候给老三他们亲家送过去。他们是书香门第，最是在意这些细节的。爹，这既然是三弟家的亲家，这节礼的钱也应该三弟他们自己出，走什么中公啊？这喜儿都要嫁了，可我家天意的婚事可还没着落呢。是啊，爹，大嫂说的没错，这天赐也到了说婚的年纪了，喜儿出嫁，家里本来就补贴了许多，如今还拿中公的银子帮他送节礼，怕是不太合适吧？爹娘都没说什么，你们添什么嘴？爹娘也不是我多嘴，说实话，这就没有哪家嫁女儿彩礼不要不说，还倒贴这么多嫁妆呢。还有就是，这嫁出去以后，她能不能帮衬到家里还不好说。毕竟啊，这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以后不管做什么都是要看婆家脸色的。但是儿子就不一样了，那儿子可是要给家里延子嗣添香火的人啊。吃都堵不住你的嘴，你是不是要反了天了？这个家我跟你爹还活着，就由不得你做主。我就那么说说，想让爹娘知道孰轻孰重罢了。毕竟为了喜儿的婚事，家里也花了不少钱了。你还说？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宋天喜是时候开口说道：爷，我是有些话憋在心里一直想说。你说。我觉得若是为了我一个人的婚事，让家里人这么多人不愉快，要不这婚事就算了吧。爹，他说胡话呢。谁在你面前说了什么了？没有，我只是看最近家里为了我这门婚事闹得这么不愉快，就不想嫁给那顾秀才了而已。陈寒秋抬手直接就一巴掌要扇过去。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婚姻大事媒妁之言，自古都是父母做主，你还挑起来了。在大家眼中，大家都会觉得这么好的婚事落到我身上，是我走了大运是吧？可是你们有谁问过我想不想嫁？怎么，我们一家拿出这么多的嫁妆，将你嫁进秀才家里，还做错了啊？你还委屈上了？我并没有说爷奶做错了，只是爷奶有考虑过吗？自古咱们娶亲嫁女儿，男方都是要拿彩礼的，若是不拿彩礼，就算是入赘。这顾家儿郎是读书人，他应该明白这个事情。咱们这只是小门小户，人家可是秀才，咱们只能这样说，人家才愿意娶咱们家的姑娘。若真是这样，爷奶和他们这么虚伪的一家人做亲家干什么？他一家是读书人，应该比咱们一家更懂礼仪廉耻吧？一听我们家多出嫁妆，就主动上门求娶，这为的到底是咱们家的银钱，还是为了真的想娶咱们家姑娘啊？难不成我们家就为了一个好听的名声，就赔上家里这么多银钱和我的婚事吗？万一他们家是狼窝呢？而且这门婚事弄得家里这么多人不高兴，大伯二伯都觉得我们家占了家里的便宜，可这门婚事我本就不愿。爹娘，说句实话，其实我觉得喜儿这话说的没错。咱家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也是这几年风调雨顺，家里落了一点闲钱，这家里该成亲的两个儿子还没定下婚事呢，就拿这么多钱给一个女娃置办嫁妆。我为什么出这么多的银子把咱家姑娘嫁到县里去？这里边的意思你们能不懂吗？说来说去，我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没这本事，我赚不到银子，没能把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送去读书，只能带着你们跟我种种地，砍砍柴，下点苦力。难不成你们这一辈子，你们的后代都要埋没在这地里了？你们
是不是想要气死你们爹才高兴？这对金的事情以后不许再提了，谁提，谁要从我们这个家里滚出去！宋冲看了宋天喜一眼，转身由着陈寒秋扶他回屋里去了。收拾好碗筷以后，回到屋里，孙荷花来瞧他脸上的伤。娘，我没事儿，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着。说来说去，都是娘没用，是娘的肚子不争气，没能给你爹生儿子。说你有个兄弟，他们也不能这么欺负你了去。娘，放心吧，我没事儿。他话才说完，那边宋明清也走了进来。怎么，爹打了我一巴掌不够，现在还要跑来教训我一顿？喜儿，你不要怪爹，若是爹不打你那一巴掌，你爷动起手来，只会打你打得更厉害。喜儿啊，你可千万别怪你爹，他呀没啥本事，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让你少一点责打。哎，是爹没用，在这个家里护不住你娘和你，可爹有什么办法？我知道在爹心中我是女儿，没办法给咱们这一房传宗接代。可爹，你也不能跟着爷奶将我往那火坑里推吧？什么火坑不火坑的？你嫁的这是秀才，你嫁过去了以后就是秀才娘子，以后是享不尽的富贵。富贵？爹，那顾家的里子都坏掉了，那顾青云除了有一个秀才的名声，还有什么？这么久了，您可有去打听一下他家中究竟是什么情况吗？他家住县里，能差到哪儿去啊？住县里的就都是大户人家了，有些住县里的还不如咱们村里呢。你们没去打听，我自己倒是去打听了一下，他们家并不是外人眼中看到的那么光鲜亮丽，他那爹娘更是好吃懒做、不好相与的主。不然你们想想，若他家真好，他就顶一个秀才头衔，什么样的姑娘娶不到？他为什么不娶一个县里的姑娘，要来娶一个村姑呢？说来说去，都是看上了我们家的嫁妆。不能够吧？而且，爹，我也说句实话，咱们这一房没有儿子，您和娘以后老了，都是需要我这个做女儿的帮衬的。与其爷真拿出那么多嫁妆，让我去嫁给一个县里的秀才，博一个没有前途的未来，还不如给咱们房里招一个赘婿，这样爹和娘以后老了也能有个依仗，咱们这一房也不算是绝户了。爹，你说是不是？当家的，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这喜儿说的对了。宋天喜等了许久，见他不说话，觉得也不能把这懦弱爹给逼急了。爹若是还不答应，就和娘出去吧，我也要睡了。成，你折腾一天了也累了，好生休息。说完便拉着自己婆娘出去了。回到两人自己的房间，孙荷花便把今日宋天喜给他说的梦给宋明清说了一遍。所以你也别怪喜儿会那般拒了这门婚事。那丫头让梦魇了，你难不成还要跟着入魔呀？我就是听喜儿啊说的就跟真发生了一样，而且她一直哭嚷着不愿意嫁，我这心里就有些嘀咕嘛，觉得喜儿嫁过去会落个不好。而且今日喜儿的话那也不是没道理啊，你想想，这喜儿若是真嫁出去，她那个婆家又是不好相遇的话，那咱以后老了能指望谁呀？你难不成真觉得大哥二哥家那孩子能给我俩养老送终？宋明清擦脚的手微微一顿，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不出话来。而大房那一边听到动静，也关上了门。这大冷的晚上，也不知道三弟和三弟妹跟那喜儿丫头在屋里说些什么，说了那么久。你管他的，不管他们怎么蹦跶，反正三弟就这么一个女儿，又没儿子，早就绝户了。等以后爹娘去世到分家的时候，我把他嫁女儿花了多少钱的事情一提，左右让他两口子啥都捞不着。你心中有数就成。而二房那边，两口子窝在被子里，刚行了周公之礼，正喘着粗气呢。他爹，其实我觉得吧，这事说来说去，咱们家不亏的。那你晚上还跟着大嫂一起起哄？那我还不是想着把这件事情闹大而已。刚开始我也嫉妒啊，这么好的婚事落在咱们家，我就心想，咱们天赐咋就不能是个女娃呢？可今天晚上喜儿那丫头这么一说，我突然就觉得这顾家怕不是什么好人家。可不就是，
我看呀，就咱爹钻了牛角尖儿，非得去赚个什么好名声，一个名声拿来有什么用啊？就是，要我说啊，真有那么多钱，给咱们家里再置办1亩3分地不更好吗？咱们再生个儿子，以后这家里就是咱们这一房做主了。而这会儿在主屋里，2个老人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唉，今日那喜儿丫头在家中闹了几回，说是不想嫁给那顾家儿郎。如今你看，这家里的老大和老二又这么不满，与其这样，我看要不这桩婚事就算了吧。我就说你是个无知妇孺吧。那喜儿丫头她小不懂事，你要跟着糊涂是吗？我都去县里打听过了，那顾秀才读书读得好，指不定再过几年就能考个官儿出来。当真？不然你以为我会愿意花那么多的银钱吗？你想想看，若是以后那顾秀才真的做了官儿了，咱们一家就能摆脱这庄稼人的命了。那明日里我再去说那丫头几句，咱们这么为她着想，她别不识好歹。宋天喜下午睡了那般久，这会儿怎么睡得着？回想起前世经历的种种，一想到要再嫁给顾青云的畜生，他便由心底生出一丝恶寒。这一世，他一定要把这选择的权利握在自己的手上。顾青云，你不是骄傲你秀才的身份吗？你不是得意自己高中吗？重活一世，这一世，我定不会再让你如愿。翌日天不见亮，就听院子里陈寒秋骂人的声音传来。早上吃饭的时候，爷，昨日里你说的给顾家送节礼的事情，现在怎么说呢？这死丫头，怎么就昨天一日的时间，这胆子越发的大了呢？一大早的又提这个事儿，待会儿爹娘又发火了，这可怎么办呢？到时候让你奶买些东西，再从家里抓着街给顾家送过去。宋天喜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那边陈天凤和崔香兰两人洗碗的时候，陈天凤没好气地说道：凭什么？就是一个姑娘，凭什么花家里这么多银子？可不就是吗？可真是气死我了！哎，你说那顾家的人怎么就眼瞎的看上了她呀？那我家天欢再怎么看，那也比喜儿那臭丫头强啊！可不就是，天欢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的，那顾家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就看上喜儿那丫头。说实话呀，我都为天欢感到不值。你说这成亲的丫头换成你家天欢，那得多好呀！他这么一火上浇油，陈天凤立马不干了，脱下围裙朝那灶台上一扔。不行，我得好好找爹娘说道说道去。宋天喜偷偷地站在屋外的拐角处，见陈天凤去找爷奶了，脸上露出一个笑容，转身出门去寻宋天欢去了。欢妹妹，我知道顾家看上了我，没看上你，让你心中难受，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若是你想嫁给那顾秀才，要不我去给爷奶说，让他们把这门婚事让给你。宋天喜，你给我等着！你现在这般不就是仗着自己说了一门好婚事吗？不过我告诉你，你现在还没嫁呢，这门婚事到时候到底落在谁身上还不一定。这路过的牛婶儿看着宋天喜一脸委屈的模样，刚刚宋天欢的话他也听了个七七八八，他上前关心地问道：喜儿丫头没事吧？牛婶，我没事儿。接着转身离开了。昨夜他仔细想过了，他那爷爷一心想攀上顾家，好鸡犬升天。对于他来说，这么好的婚事，他再怎么闹，他都不可能退掉这门婚事的。与其这般，倒不如让这婚事换一个人，谁爱去那狼窝谁就去吧，反正他不去。宋天喜在外头待了许久，快到中午的时候才慢吞吞地往家里走。还没到家呢，就听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一进家门，就见陈寒秋拿着扫帚，那是追着陈天凤和宋天欢两个人打。中午，陈天凤和宋天欢被罚不准吃饭，想着宋天欢被罚在屋里，宋天喜将中午自己的窝窝头藏了起来。宋天喜，你给我出去！花妹妹脾气咋那么大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来取笑我的。
怎么会？我就是看哪没让你吃午饭，我这不给你送点好吃的。哼，就这也是好吃的？你怀揣着什么心思？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得很。你如今这般，不就是怕我真的抢了你的婚事吗？你当真要跟我抢这门婚事？怎么，你怕了？哼，我才不怕呢。那顾家第一眼便相中了我，你抢不走的。说完，宋天喜退出了他屋里，像是落荒而逃一般。德行，就你也配得上秀才娘子的称呼？哼，你不是不怕吗？既然不怕，我就偏要把这门亲事抢了去。孙荷花看着自己女儿从宋天欢的屋里出来，心里一咯噔，拉着她就去了屋里，上下打量了她一遍。没事吧？花儿那丫头没欺负你吧？娘，放心，我没事儿，她如今欺负不了我。她只是去给宋天欢打鸡血而已。说完，从怀里掏出了那个窝窝头，掰了一半给孙荷花。哎，娘不饿，你留着晚上夜里饿了吃。拿着吧，娘。见他执意这般，孙荷花只能收下，像是品尝美味一般的将窝窝头吃了。他的爹娘，特别是他娘，在这家里从来没吃上过什么好东西，就算是穿着，这么多年了，大房二房都置办了几身了，也没见他娘穿过什么新衣裳。喜儿，发什么愣呢？娘，你想过好日子吗？好日子谁不想过呀？那我们和爷奶把家分了，我带你和爹。你这孩子怎么现在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也没一点忌口的。娘，我说的是实话，也是真心话。我若是真嫁出去了，你和爹更没有依靠了。大伯和二伯会怎么对你和爹，我想都想得到。这些话你就说给我听听就成了，可千万别说给你爹听，知不知道啊？外头男人们也拉了竹子回来了，孙荷花将嘴里的窝窝头吞了下去，转身出去帮忙去了。而陈天凤也看到宋天喜从宋天欢的屋里出来，见大家都在院子里忙活，自己连忙跑到了女儿房间里，关上门立马问道：喜儿那丫头怎么从你屋里出去了？她找你麻烦了？宋天欢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说，陈天凤顿时来气。我说你早上一回来就到你奶那里说那些话，让娘看看你奶打的地方还疼不疼？娘，您是奶那么疼我，可为什么这一次不把这么好的婚事给我？哼，昨天晚上我还以为那小贱人说她不想嫁给顾家是真的呢，原来也就是嘴上说说罢了。也是啊，这么好的婚事，家里拿这么多钱出来，她能舍得？娘，你得帮我想想法子。她如今就这样欺负我，她若是真嫁给那个顾秀才，以后三叔三婶是不是在家里也能欺负你和爹了？她敢？你放心，这件事情娘心中有数的。这些天啊，你别在你奶面前晃，免得她看你不顺眼啊。宋天欢点头，肚子传来咕噜的声音。陈天凤一笑，从怀里掏出2个鸡蛋给他。宋天欢的眼睛都亮了。小声些，别让院子里的人听见了。娘，我若是当了秀才娘子，以后肯定将您接到县里住。这些话说的陈天凤心里高兴，直夸自己有个好女儿。见她吃完，自己这才出去。宋天喜，我告诉你，我娘已经去给我想法子去了，指不定再过几天，你这门婚事就没了。家里众人忙活了好些天，总算编了好些东西出来。这几天宋天欢老实的让人意外。去县城的头一天晚上，宋冲和陈汉秋躺在床上说话。今年这买衣服的事情，给老三和老三媳妇儿也置办一身，过年之后喜儿丫头就要出嫁了，他们2个作为喜儿的双亲，穿得太寒酸，总是会被人说出闲话的。那老大家和老二家呢？他们2家不是每年都买了的吧？今年不买也没事儿。可这喜儿的婚事，他们2房本来就不满意，这要是新衣裳也不买了，我怕到时候
这家里吵起来。你这死丫头，你做什么？奶，你牙齿上还卡着菜呢。我看欢妹妹和天成弟弟那嘴上还有没抹干净的油，想来是爷奶带大家吃大肉包子了吧？说什么呢你？我们可什么都没吃，把铜板给我。家里的粮食还有多少啊？唉，就地窖里那些了。既然如此，明日再装一些粮食到县里去卖去，给大伙儿都买一身新衣裳，也免得大房二房再说事。一日一早，那是全家都动了起来。不仅是全家动了起来，就整个村子一大早的都热闹得很。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县里每年过年前都有个大集，所有人都想靠这个大集赚点银子过年。到了县里，你们母女就在这儿守着，将这摘来的菜给卖了。你们绣的我帮你们卖了，到时候给中公的该给你们的我会给。孙荷花也只能低着头说是。眼见人都离开了，孙荷花立马将背篓里的菜拿了出来。现在时间虽早，可这来往的人也不少。孙荷花有些拘谨地守着自己的摊位，那边宋明清也是，眼看旁边摆摊位的人叫卖着卖都卖了好些了，他们这里摆的硬是动都没动一下。这要是一点儿都没卖掉，待会儿他爷奶回来又要说了。宋天喜叹了口气，走到孙荷花身边，也开始叫卖起来。娘，你这是做甚啊？哎呀，你马上就要成为秀才娘子了，抛头露面的在这里叫喊做什么呀？仔细被那顾家看见，嫌弃你市侩。那就像你和爹这样，你觉得卖得掉东西不？还有，我们靠我们自己地里种的，手上编织的东西赚钱，怎么就市侩了？这要是一点没卖出去，待会儿爷奶回来又得说你们了。宋天喜看着两位双亲直摇头，站在摊位前叫卖了起来。各位婶婶大姐，来瞧瞧来看看呢，新鲜的萝卜白菜，早上才从地里摘出来的。他这喊了2声，还当真喊来了一个女人。这位姐姐，瞧瞧我家里的白菜和萝卜，今日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大集了，价格便宜。多少钱？都1文1斤，通算。大姐选了1颗白菜，1根萝卜，总共5斤，给了5文钱。姐姐家里的簸箕、烧鸡、刷锅的要不要？便宜不？便宜便宜。这簸箕给你算3文，烧鸡2文，刷锅的1文就成。这价格确实公道。女人要了1个烧鸡和刷把，一会儿的时间卖了8文钱，连着几拨人简简单单的就把这带来的菜卖完了。那边编的东西也没剩多少。宋明清和孙荷花看着他，都只觉得这个女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娘，喜儿莫不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说什么呢你？女儿变有本事了，你还不乐意了啊？等到宋冲和陈寒秋带着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东西卖的只剩下几个簸箕了。宋天喜看了他们众人一眼，那宋天欢和宋天成嘴上的油都没有抹干净呢，心中冷笑了一声。2个老人看着他们，有些不相信地问道：这东西卖的只剩这么一点了？都是喜儿的功劳。哼，就他能有这本事呢？可能是运气好吧。这卖的银子拿出来，这些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弄的，算是中公的。孙荷花连忙将荷包拿下来，要把银子全部递过去。宋天喜却快一步，从他手上拿过荷包，从里面选了6个铜钱出来。你这死丫头，你做什么？奶，你牙齿上还卡着菜呢。我看欢妹妹和天成弟弟那嘴上还有没抹干净的油，想来是爷奶带大家吃大肉包子了吧？说什么呢你？我们可什么都没吃，把铜板给我。没吃？那要我在县里一个包子店一个包子店的去问吗？在街上这么拉拉扯扯的，大声嚷嚷像什么样子？爷奶在家里不是一直嚷着平等对待家里所有人吗？
怎么，每次到我们这一房就不能平等了吗？还不是因为给你找了一门好婚事，你大伯二伯两家不满，你把天意和天赐娶媳妇儿的钱都花了，我对他们好一些有什么错？奶这是承认带他们吃肉包子了。行了，不就6文钱吗？也不嫌丢人。谢谢爷爷。宋冲又让陈寒秋带着众人去买布做衣裳。到了布饰铺子，那陈天凤和崔香兰一进布饰铺子，立马挑选了起来。宋天欢看上一匹粉色的细棉布，很是想要，而陈天凤见他太想要，对着陈寒秋咬牙说道：娘，我跟他爹今年就不置办这新衣裳了，给娃买一身好的吧。有他这句话，陈寒秋才点了头。宋天欢抱着陈天凤的胳膊，一个劲儿撒娇：娘，等我嫁到顾家以后，一定给你买好多好看的衣裳。陈天凤被他哄得心花怒放的。孙荷花见宋天欢选的那个布实在好看，想着宋天喜也要出嫁了，可他家喜儿的衣裳能穿出去的没2件，因此便想效仿陈天凤。娘不必为了我舍弃该自己得的东西，我不羡慕宋天欢的布匹，我们是庄稼人，穿些实在的就行。喜儿丫头说的对，咱们农家人讲究实在，但布匹和咱们身份不符合。花丫头重新换一个，还要既然老大和老大媳妇儿把买衣裳的份额让出来了，今年就不置办他们的了，左右他们也不缺。不，我就要这个料子做新衣裳，我就要嘛！嚷嚷什么呢？这在别人的店里也不怕被笑话了去。再嚷嚷，你今年也别买衣裳了，左右我看你那些衣裳也没穿几次。宋天欢只好闭了嘴巴。最后宋天喜选了一匹翠绿色的布，还帮孙荷花和宋明清选了一匹紫色的和深蓝色的。从布饰铺子出来，宋天喜问陈寒秋要那卖帕子的钱，又将陈寒秋气了一回。这小妮子何时脑子这么机灵了？她机灵一些才好，不然这嫁出去了还怎么帮衬家里面？这么机灵，若是嫁出去了，我们还怎么拿捏她？宋冲想着他这句话，沿路走着也没有说话。宋天喜将要来的10几文钱给了孙荷花，宋明清双手揣在袖子里，没好气地说道：就是10几文铜钱，至于那么逼迫娘吗？是啊，就10几文钱，可那也是我跟娘每日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绣的。怎么，爹不能为我跟娘争一个公平？我自己争来了，爹还要在这里说风凉话？争来有什么用？我争再多没有儿子，也是枉然。放心吧，娘没事儿。你爹是什么德行，娘嫁给他这么多年，这心里啊都知道的。说完，拉着宋天喜想回布饰铺子，他想重新给宋天喜买一个红盖头。娘，没必要给我买。那怎么能不买呢？你奶可说了啊，这红盖头中公已经买过一次，这多的他是不会再出了。而且等到过了年，你就要出嫁了。今儿要是不买，这盖头上的刺绣都怕是来不及了。说着硬是要买，拉都拉不住。最后宋天喜想了想，算了，只要是宋天欢出嫁，到时候一闹起来这红盖头的事儿，左右怕还是得让他们这一方出钱买。从布饰铺子出来，这时间就差不多了，两母女急急忙忙地往城门口赶。快到城门口的时候，宋天喜却好巧不巧地看到一抹鹅黄色出现在挨着城门口的一条巷口，一闪而过，心中顿时起了疑心，自己跟着往那巷口去了。一进巷口没走多远，就瞧见了那熟悉的身影，抬眼望去，宋天欢的对面站着的不是那顾青云，又会是谁呢？深吸一口气，他们勾搭上了就成。接着这才抬脚往那城门口走去。行了，人都到齐了，就回去吧。宋天喜，
过几天我给你送一份大礼。那就谢谢花儿妹妹的新年礼物了。哼，有你哭的时候。回到家中，陈天凤又懒起来不去做饭。陈天凤躲在屋里，本来想偷一下懒，这下好了，都快中午了，都没有一个人去厨房里忙活，这才不情不愿地去了厨房做饭烧菜，一边做还一边骂。宋明和见自家婆娘委屈，朝着宋明清也没有好脸色。三弟啊，你这没儿子，喜儿丫头也是要嫁人的，等你们以后老了，可都是要我们帮衬着。可你看看你家喜儿丫头干的这些事儿，哎呀！宋明清就这么简单的被挑拨了一下，就冲到了宋天喜屋里，抬起手就要教训他。怎么，爹，大伯说两句你就相信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比你自己的女儿还可信，你就相信他的儿子女儿能给你养老？你现在不过就是娶了一门好亲事，就不把家里这些长辈放在眼里了？爹给我戴的帽子可真高，我就问问你，我眼中何时没把这些长辈放在眼里了？怎么，家里谁都能来说我一句，我不还嘴，我就尊重他们了？长辈们愿意说你，那是指点你一二。我爹娘都在呢，我需要别人对我指指点点吗？爹，大伯都知道心疼大伯母，跑到你面前嚼舌根子，你呢，可有心疼娘啊，也可有心疼我。做饭又不会少块肉。够了，女儿都懂得心疼我，你呢？生怕我在这个家没做够是不是？大嫂逛了半天的街，逛累了不想做饭，我就该帮着她做呀。我没有儿子，就活该我多做这些，是不是？爹还是好好想想，以后老了真的能靠谁吧？是靠娘和我，还是靠大伯二伯两家？你，他话都还没说，就被宋天喜关在了门外。看着失落的孙荷花，宋天喜轻轻抱着她。你不是说你想了法子，让那顾秀才娶咱们家姑娘吗？放心吧，今日啊，我让那顾郎君和咱们家花儿见了一面，他也满意我们家花儿。我还说了，若是他愿意换取我们家花儿，咱们家里到时候再多贴赔一些嫁妆。没事，娘没事，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娘，等过段时间我们分家吧。这样的话，你在娘面前说说就成，切莫让他们听了去。我梦到我嫁出去没几年，爷就去世了。那个时候，你和爹被大伯二伯赶了出去，你们本来投奔了我，可我那婆母厉害，硬是不让我见你们。等我抽出时间来见你们的时候，你们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怎么会？你大伯他们怎么会不管我们？娘，我说的是真的。平常这内院的活都是爷奶的儿媳妇，但就是你做的多。地里的活也一样，都是儿子，但爹要做的就是比大伯和二伯多。说白了，如今他们还能给咱们一口饭吃，无非就是看咱们一家人还能做事儿。这要是等哪天你和爹动不了了，他们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咱们一家赶出去。孙荷花还是否认，说不会。宋天喜知道，只要劝他娘和他爹分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的。没事，可以慢慢来。等到时候这婚事被宋天欢抢走以后，很多事都会水到渠成。中午吃饭的时候，陈天凤在桌子上骂道：干活的时候不积极，吃饭倒是积极的很啊。爷奶大伯母说你们呢。啥？你个死丫头，你瞎说什么呢你？不是大伯母说大家干活的时候不积极，吃饭积极吗？你个懒婆娘，就煮了一顿饭而已，还把你煮委屈上了。怎么要我一把老骨头，每日里煮好饭伺候你？娘，我没有。哼，那么不想做饭，接下来这1个月的饭都由你来做，我就不惯着你这赖皮子。娘，我那话真不是说你和爹，我骂的是……怎么想做2个月的？陈天凤最后只能应一声是。那边陈寒秋看着，叹了一口气，对着宋冲说道：唉，就喜儿丫头这样子的，
这些日子在家里的这些所作所为，你当真要花那么多钱把宝压在他身上？不是我要压在他身上，那顾家看上的就是他。行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只要是太好拿捏，这嫁到顾家去还不知道是我们拿捏她，还是她的婆家拿捏她呢。宋寒秋撇了撇嘴，到底没再说什么。下午，陈天凤在屋里拉着自家男人，说什么今日自己受了大委屈，让他一定要给自己报仇。哎呀，行了，你这么嚷嚷，子琪待会儿娘听到了又要重罚你。你说这臭丫头这些日子是哪根筋开窍了？这以前咱们不管怎么说怎么骂她，跟她那个娘都不会还嘴，可如今只要碰一下就点着了。娘，还能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有一门好婚事，觉得自己能嫁入一户好人家，所以有了底气。你不是说你想了法子，让那顾秀才娶咱们家姑娘吗？放心吧，今日啊，我让那顾郎君和咱们家欢儿见了一面，他也满意我们家欢儿。我还说了，若是他愿意换取我们家欢儿，咱们家里到时候再多贴赔一些嫁妆。这也行，多花银子？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这只要多给银子就能换一个人娶，这顾家莫不是穷疯了？这要是真穷疯了，将女儿嫁过去有什么用？以后莫不是还要我们这娘家去帮衬个？这不是成冤大头了？怎么不行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顾郎君今日看了我们家天花满意。你放心吧，你担心的我能不担心？我今儿瞧着那顾郎君的穿着和他们家在县里的那一套房子，他家呀就不是个缺钱的。宋天喜本来是要去后院出宫的，哪曾想路过大房门口的时候，正好听见了这么一嘴。他心中冷笑，是啊，那顾青云平日里是穿的不错，可他左右也就那么一身好点的衣裳，白日里穿，天黑了洗。而他家那房子就更别想了，不过是租来的，又不是他家自己的。想当初我嫁过去才没多久，那房主就来收租，可他们一家人身上都抖不出10文钱，最后是让我把嫁妆拿出来付的房租呢。接下来几日，宋天喜出门少，反正他要出嫁了，陈汉秋也不让他干活，他便躲在屋里日日绣新衣裳，就连宋天欢想找茬都被宋天喜无视了。娘，那顾家还有多久来说换亲的事情啊？你着急什么？我跟那顾家已经说好了，这大年初2你就及笄了，等大年初3他们就上门来。可到那个时候，那宋天喜怕是将那新服都做好了。你怕什么？他做好了才好呢，做好了呀也是给你做嫁衣。哼，他做的再好，这嫁衣也是我的。你呀，明白就对了。大年初1这天，村里热热闹闹的，今年风调雨顺，家家户户的收成也都不错。除开朝廷的赋税，家里都还有些余粮，大家将这余粮卖了，手里的闲钱自然也就多了好些，也就能多置办一些东西，所以村里也比往年要热闹一些。宋天喜去他爹娘屋里找孙荷花，一进屋却见他爹一直唉声叹气的。怎么了这是？宋天喜一问，孙荷花的眼泪就噼里啪啦的掉，可还是摇头说没事儿。这怎么可能没事啊？娘，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和爹吵架了？娘没本事，没能给你爹生个儿子，这才让他们逮着了你爹的痛处。爹，你可别忘了，当初娘那孩子是怎么掉的？还有，娘这么多年不能生育，到底是为什么？别说是怪我，要怪也是怪你娘自己，是她没护好自己的肚子，才让我儿子掉了。明知道自己才掉了娃，还争着做家里的事情，这么多年了，一个蛋也没生下来。孙荷花的眼泪悬在了眼眶上，都忘了掉下来了，她也忘记了哭，只是那么愣愣地看着面前的男人。有那么一瞬，宋天喜只觉得在宋明清的身上看到了顾青云的影子。对，你说的没错，
都怪我娘她自己，怪她自己命不好，出生在庄稼人肚子里，也怪她眼光差，相亲的时候挑来挑去挑到了你，也怪她自己没用，护不住自己的孩子，可更怪她丈夫更没用，不为她出头。你不孝啊！你躲呀！你为什么不躲？娘，我没事儿。这大房二房的人都堵在了门口，就等着看热闹呢。而外面，陈寒秋和宋冲也来了。两人刚要推开门进去，却听到里面宋天喜朝着宋明清继续说道：“怎么，你不是说怪娘自己吗？我如今也觉得是怪娘自己，你又不乐意了？”宋天喜，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你看你教的好女儿，才说了婚事，就敢忤逆我这个做父亲的。你也别说娘，你既然那么想要儿子，娘既然满足不了你，那你就把娘给休了。你不是觉得自己好得很吗？大伯二伯也对你也好得很，你休了娘，你让爷奶给你娶个好的回来，让他给你生儿子，到时候我也跟着娘走，也免得你整日里看到我烦。陈寒秋立马收回了要推房门的姿势，而大房二房对视一眼，就这么一眼，立马又站在了统一战线。那怎么行啊？这要是休了再娶一个，得花多少钱啊？这要是真重娶一个回来，再生个儿子出来，那不是又多一个人来争家产？老三，你们屋里吵什么呢？今天可是过年，什么事情不能以后说，非得今日吵？家和万事兴，别吵了。喜儿听话，别跟你爹犟。说完便带着众人离开了。宋天喜轻笑一声，看着他爹：“爹，爷爷奶的态度你可看清了，一听到我让你休了娘，重新再娶，他们瞬间就不作声了。还有大伯二伯可为你说了一句话，他们若是真在乎你，真在意你，这么多年他们早撺掇你休妻再娶了。可他们平常对你说的是什么？只是故意说一些好话，骗着你为家里多干活而已。还有，今日大伯母就那么骂了二伯母一句，家里就闹翻了天。可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背着我们的面，骂了我们多少次啊？爷奶可有为你，为我们这一房撑腰啊？当初天成出事之前，爷奶不是还说什么，若是二伯母生的若是个男孩，就过继给你和娘，娘尽心尽力的伺候二伯母10个月，你也争抢着帮二伯在地里干活。可后来呢，这孩子一出生，他们就不愿意了。爷奶可有为你和娘争过一次啊？如今你还想着大伯二伯在你们老的时候能出手帮你和娘一把？爹，你不知道吧，花儿妹妹前些日子就一直说要抢了我这门婚事。怎么会？怎么不会？这可是她亲口给我说的。你们若是不相信，你就看着吧。她说了，就这几日，顾家就要来换亲了，到时候你就好好看看这一家人是什么嘴脸。宋天喜说完，拉着孙荷花就去了隔壁自己的屋子。你刚是不是跟你爹说了，花儿那丫头要抢你的婚事？这可是真的？是真的，不过没事儿，左右我也不想嫁给那顾青云。可那顾青云是秀才呀。是秀才又怎么样啊？他是秀才，只能说明他读书好而已。读书好还不够啊？娘，你想啊，其实这门婚事从开始就错了。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这第一呢，顾家主动上门求娶，其实说来说去，只是因为咱们家嫁妆出的多而已。我相信，若是还有别人愿意出更多的嫁妆，他们会转身另娶，你信不信？还有，他们在乎女方的嫁妆，自己却不出彩礼，那就证明了他家世不行，百无一用是书生，指不定他一个秀才连一个家都养不起，一心想着娶个女人，拿着别人的嫁妆过活。第二，他们若真是上门主动换亲了，说明这一家人人品也不行，我这嫁过去，可能最后也只会落得一个被他们一家搓磨而死的下场。而且像他们这样的人家，我还不乐意嫁呢。最后，就算是以后这顾青云高中了，就他们家喜欢贪图小便宜的习惯，他这做了官，以后也只会是贪官，说不定最后会落得一个砍头的下场。你这么一说，这顾家
当真是不堪托付。可不就是嘛，所以那宋天欢稀罕，就让他去嫁吧。这样的人，我反正是不会嫁的。唉，若真是这门婚事错过了，这以后你的婚事……娘，不用操心我的婚事，我年纪也不大，我不着急。还有，娘，若是哪天爷奶为了给宋天意和宋天赐娶妻，将我卖了，你……哎呀，不会的，哎，不会的。哎，若真到了那一天，娘就算是自请下堂，也要将你从这个家给带出去。娘以前还总对你爹抱有幻想，幻想着他能庇护我们母女一二。可如今，娘对他是真的失望了。他护不住咱，可娘一定护住你。门外站着的宋明清听到这些话，要推门的手又放了下去。一日一早，宋明清就找了来，搓着手怯弱地喊道：他娘，你别生我的气了，昨日是我犯浑，才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宋明清看了一眼宋天喜，拉着自己婆娘回屋里去了。宋天喜也没说什么，他爹懦弱是懦弱，可毕竟那是他爹呀。宋天欢一起来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今天正好也是初二，走亲戚的多。崔香兰一大早起来就带着自己的丈夫还有宋天赐和宋天成回娘家去了。因为大年初二是宋天欢过生，每年陈天凤都是初三带着一家人回去的，这样也正好和崔香兰错开。农家人的及笄仪式做得也很简单，不过就是让当娘的帮她盘一下头发，意味着可做人妇了。吃了饭，宋天喜就回屋了，心中只觉得这赚钱的事情不能再等了，只盼着顾家早些来把这亲事换成宋天欢，那样他就有机会带着爹娘分家了。他这边还在冥想呢，房门就响起了。喜儿，爹想找你说说话。宋天喜看着他，微微点头。脸还疼不疼？连着被爹打了2次，习惯了。是爹没用，爹没本事。爹，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这样，你不是没本事，只是没儿子，所以你在这家里不争不抢，就算是看到他们作践我跟娘，你都可以做到闷不吭声。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跟娘才是和你最亲的人，他们作践我们就是作践你，看不起你。今日我陪着顾夫人再上门这一趟，其实是有个不情之情。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我争了有什么用？你是要嫁出去的，我又没有儿子。爹，我说过的，我可以不嫁出去，我可以照赘婿啊，我更不会不管你和娘。你也可以想想，和大伯二伯比起来，是觉得更相信我会为你和娘养老，还是他们会给你们养老？若真是那样，肯定是我自己生的更可靠一些。既然爹这般信任我，我也想跟爹说句实话。爹，我想分家，我想带你和娘出去过活。宋明清的眼里满是震惊，刚要开口，爹，你想，若是还在这个家里，我的婚事你和娘根本就做不了主，那顾家马上就要来退婚，转娶宋天欢了。也好不容易搭上这门婚事，肯定会答应他们的，到时候我的婚事就更身不由己了。不会的。会的，肯定会的。你想啊，顾家这门婚事花了家里这么多银钱，那宋天意和宋天赐还要娶妻，爷奶最后只会将算盘打到我身上。那万一顾家不退这门婚事呢？爹，没有万一。那宋天欢能这般斩钉截铁地给我说这个事儿，那他们肯定都说好了。你若是能寻得顾家这门亲事，我与你娘心中也放心呐。那顾家里子都烂透了，不是好亲事。爹，我如今就问你，愿不愿意和爷奶分家？娘的身子你知道的吧？可娘的身子落下的病根是以前没有好好医治，若是我们和他们分家了，你和娘就能自己做主，我们家里以后多出来的余钱就能拿来给娘治病。若是娘的病被治好了，指不定她还可以给我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喜儿，你的意思是你娘的病还能治？爹，当然，只要是病肯定有办法医治，不是？
可爹不太会赚钱，若是赚不到钱，别说你娘的病，我怕是养活你们母女都难。哎，说来说去，也都是爹没本事。爹，你只是不擅长赚钱而已。若真是分家了，你负责种地就成，赚钱的事情我会。当天晚上，宋天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不知道顾家什么时候来换亲，他还有好多事要做。可这一切都得等顾家退亲了再说。翌日，外面天还蒙蒙亮，宋天喜就醒了，听到院子里有了声音，这才起来。他起来的时候，看着宋天欢也起来了，这倒是意外的很。今日那顾家的，难不成就要来退亲了？早上吃完饭，宋天喜便在观察。终于，快到中午的时候，顾家来了人。宋天喜拉着他娘和他爹扬了扬头，而那边陈寒秋和宋冲倒是很意外，见他们还带着媒人，那就更意外了。哎呦，亲家，你们怎么来了？快请里面坐。老三媳妇儿，该给你亲家母亲家公倒水呀。我来。大伯母今日也忒热情了一些，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来的是他亲家呢。这不咱们都是一家人，谁的亲家都一样。李翠兰和他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宋冲也坐了下来。李翠兰见碗里是红糖水，刚刚嫌弃这个家的模样多少好了一些。她给媒婆使了个眼色，媒婆便站起来开了口，有些尴尬地说道：今日我陪着顾夫人再上门这一趟，其实是有个不情之请。难不成是想退婚？亲家有什么话不能直说，还将这媒人带来？亲家爷亲家奶，其实今日跑这一趟，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可为了我儿的前途，又不得不跑这一趟。难不成是这两个孩子的婚事？昨日不是初二吗？我去那寺庙拜佛求签，想看看我儿何时能高中，却不曾想那寺庙的方丈问我儿是不是定下了一门亲事。那方丈就说我们定的这门婚事要不得，会影响我儿高中的。你今日是来退亲的吗？亲家爷不要多想，听顾夫人把话说完。就是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方丈问，跟你儿子说亲的那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有的，我们家呀有2个丫头呢。你的意思是换一个娶？宋冲愣住了，看了一眼陈寒秋，又看着站在一边的宋明清一家，顿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亲家，咱们这婚事不是都是说好的吗？你看，我们这按照婚礼准备的都是喜儿的东西，你这突然……可我也不能害了我儿不是？那方丈都说了，我儿与你家这丫头不合啊。亲家母，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娶了我家喜儿就害了你家儿子？这婚事在说之前，这生辰八字你们就拿去找人算过的。若是不合，当初算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如今这日子都定了，我女儿也等着待嫁，你们却突然悔婚，专娶我侄女儿，这不是存了心让我们一家难看吗？没错，爹娘，这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喜儿是要嫁给他顾家的，他们这突然悔婚，我们喜儿在村里还怎么活呀？宋冲和陈寒秋一时间也为难了。李翠兰见他们光眼神看来看去的，也不给个准话，便甩了一下手帕，开了口：若是亲家爷不同意，那这门婚事就作罢了吧。那怎么行？只见宋天欢跪在了宋冲跟前，自己还一副委屈的模样，说道：爷奶，我愿意替三姐出嫁。爹娘，这门婚事这是家里好不容易寻来的，依我说呀，这家里的姑娘谁嫁都一样。爹娘，这有什么犹豫的？
这都是亲家那边提的要求吗？又不是我们家里提的，反正都是嫁家里的姑娘，谁嫁过去都一样啊。说完，他在宋冲的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宋冲看了他一眼，心里就下了主意。行，那我们家答应了。大房一家露出高兴的表情，而旁边宋明清和孙荷花的脸上都是失望，拉着孙荷花和宋天喜回屋里去了。李翠兰见他们答应了，心中也放心下来。送他走的时候，李翠兰将陈天凤拉到一边，说好的嫁妆，请家母放心，我都准备着呢。李翠兰这才舒心，跟着媒人离开了。躲在屋里的宋天喜眼见人走了，朝着宋明清和孙荷花说道：爹娘，如今看清楚了吧？爷奶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一房当回事儿。那顾家退亲，他们前后左右没有询问过我们一家一句，也没替我们家替我说过一句话。我如今是一个被退了亲的姑娘，想再找个好婆家就难了。可宋天意和宋天赐还没娶亲，所以若是想给他们娶上亲，我最终只有落得一个被卖的下场了。他爹，该你做决断了。苏明清透过屋里的窗户缝隙瞧了外面一眼，看着院子里温馨和睦的一家人，他咬碎了自己的牙。你们放心，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们母女受任何委屈。咱们分家，既然这个家容不下咱们就出去单过。以后我就算是沿街讨饭吃，我也不要让我们唯一的女儿落得一个被卖的下场。宋天喜听见他说这些话都快哭了，只要能从这里出去，他便能摆脱这一世任人宰割的命运。爹，你可不能骗我和娘，到时候爷奶说一句好话，你又怂的话，我跟娘以后都不会再理你了。喜儿说的没错，不会了。爹娘放心，咱们分家以后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娘的身子若是能养好，就再给我生个弟弟或者妹妹，若是养不好，我就招赘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好。而这会儿的院子里，陈寒秋似乎回过了神。你们跟我来屋里。两母女对视了一眼，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陈寒秋一进屋就让他们两个跪下，说你们究竟做了什么？那顾家突然就改变了主意要娶你了。今日你们两个若是不好好交代，我就打死你们两个。说完就举起了棍子。宋天欢吓得大叫，外头的宋冲和宋明和听见声音也连忙往屋里去了。只见陈天凤护着宋天欢，自己挨了两棍子，痛得他哇哇叫。哎呀，我的娘啊，你这是做什么呀？这天欢今日才说了婚事，这离成亲的日子也不远了，你打他做什么？老大，我就问你，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宋明和不说话了，陈寒秋顿时失望的不行。宋冲还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陈寒秋指着大房一家说道：你以为今日那顾家为何上门来换妻？你的意思是？就是他们自己搞的鬼。娘，什么叫搞鬼？欢儿哪一点比喜儿那丫头差了？这么好的婚事，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家欢儿的。你还敢顶嘴？如今那这都说好了，你再搞这么野出有什么用啊？欢儿，回自己屋里去。宋天欢一出来，那屋里就只剩下两个老的和大房夫妻了。宋天喜见宋天欢出来了，扣上窗子，然后就听得爷奶屋里吵得厉害，这话里话外的都是老大一家对不起他三弟一家。爹，你信不信这是爷奶和大伯大伯母故意演给你听的？他们若是真觉得对不起你，早就主动上门来找我们说话了，不管是补偿还是道歉都得有，而不会像这般就雷声大雨点都没有。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教唆我儿子跟我们分家的？中午吃饭的时候，陈寒秋和宋冲提都没有提今日顾家上门换亲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也没想给他们这一房一个交代了。这无疑是压死宋明清最后的一根稻草。爹，我们分家吧。
你说什么？三弟，你这说什么胡话呢？这好好的才吃完饭，可不能再胡乱说话了。我说分家。你这逆子，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不就是一门婚事吗？你至于说出分家这样的话吗？你是想气死我们2个老的吗？孙荷花有些害怕地站在了宋明清的身后，陈寒秋冲上来便逮住了他的头发，说是不是你教唆我儿子跟我们分家的？宋天喜却走了上来，拼了力气想将陈寒秋拉开，还在他身上狠狠地掐了一下，而大房二房站在一旁根本就没上前，甚至有看热闹的嫌疑。哎呦，你翅膀硬了，敢掐老娘！乃若是要骂我忤逆不孝，我今天就忤逆不孝了。我虽然是女子，但是我是我爹娘唯一的女儿，你们谁欺负了他们都不能够，爷乃亦如此。当家的，你怎么能让女儿站到我们的前面去啊？刚刚宋天喜的话也深深地打入了宋明清的心里，他拉住孙荷花的手，将宋天喜拉回来，拦在2人身后。傻孩子，有爹娘呢，你在后面看着。老三，我与你爹养你这么大，教育你的东西你都忘了。娘，是我忘了还是你忘了？你和爹一直说你们是平等的对待我和大哥二哥，可这么多年了，真的平等吗？三弟，你这怎么说话的呢？咱们作为子女的，爹娘不管怎么做，不管做什么，也由不得我们智慧。就是啊，大哥二哥能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家里一直被平等对待的是你们，不是我。那我就问问你，我们一家哪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不就是一门婚事吗？又不是我和你娘要换的，是那顾家的主动上门提起来的，人家要换个人娶，我跟你娘有什么办法？老三，我知道喜儿的婚事吹了，你心中不痛快，你想闹一下，我与你爹不怪你，可你再这般闹下去，我与你爹就真的要生气了。爹娘，生气就生气吧，只是今日家，我必须分。好啊，你个不孝子啊！我今日就打死你这个不孝的狗东西！老三，赶紧给你爹认个错。我没错。砰的一声，是棍子落在身上的声音。宋明清硬生生地挨了这一棍，宋冲举起的手又要落下去，这一下直接落在了孙荷花的身上。他爹，我陪你。好得很呐！今日我就打死你们2狗子，也免得带坏了家风。这举起一下又要打下去，宋天喜冲到了他面前，抬手拦住了那棍子。你敢拦着我的棍子？爷乃在我们一家面前装样子也装够了。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爷，你知道父慈子孝的意思吗？你们可能只听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可还有一句你们听过没有？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夫不慈，子奔他乡。爷，你知道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的意思吗？你在骂我对你们不好？意思差不多。爷对我们一房很好吗？从我记事开始，这家里最苦最累的活都是我们这一房在干，每年的新衣裳你们都有，就我们这一房没有。大伯二伯母可以回娘家，而我娘自从落胎以后一次娘家都没有回过，而且每年过生过年早上你们所有人都能吃上一个煮鸡蛋，我们这一房呢只有看鸡蛋壳的份。还有许多我们这一房活得像这个家里买来的佣人，你跟我说你们对我们好。这些话道尽了孙荷花和宋明清的委屈，最后他指着宋天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门婚是怎么来的，年前家里人去镇上采买，我亲眼看到你与那顾秀才
在巷子里私会。宋天欢连忙否认说自己没有。宋天喜轻哼一声：“那你敢对天发誓吗？你发誓你没跟那顾秀才私会，你们没有暗通取款，私相授受？”喜儿，你说的当真吗？爹，我若是骗你，骗大家，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想来今日爷奶在屋里教育了大伯和大伯母半天，这点应该是知道的吧？可不知道这顾秀才究竟是为何要换妻呢？莫不是大伯母允诺了别人更多的嫁妆，还是……陈天凤瞬间冲了上来，要撕烂他的嘴。宋明清站到了宋天喜面前，一掌就将陈天凤给推了出去。宋明清，你疯了不是？她可是你大嫂。我呸！我可没这么会算计的大嫂。没想到我平时在家里边被你欺负也就算了，你居然还算计起孩子的婚事儿。你放屁！这门婚事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家欢儿的，你们家宋天喜除了比欢儿早从你肚子里出生几个月以外，哪里比得上我们家欢儿？他就算是给我们家欢儿当丫鬟，提鞋都不配。爷奶，你们所有人做尽了伤害我们一家的事儿，到如今你们还是不想分家？你们若是觉得你们大哥大嫂对不起你们，对不住你们了，我与你娘让他们给你们道个歉就行了。爷，你也不用怪来怪去的，这个家里如今我们这一房低所有人一头，说来说去不也就是你和奶默许的吗？宋明清，你别忘了，你可是没有儿子的人，你以后老了，难道不需要指望我们这帮做兄弟的帮扶你们一把？大伯可真会说笑，就你们那自私的模样，你们会帮我爹娘？你们心中真有我爹娘，你会让你自己女儿抢我的婚事吗？爷奶若是心中有我爹这个儿子，便不会默许家里所有人按着我们一家欺负。这以后若是真到我们一房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在场的所有人怕是第一时间就是将我爹娘从这屋里扔出去了。爹娘，我现在只想分家，想让我们这一房挺直了腰杆做人。爹，分，马上分！我看他们一家离了我们，在这个村子怎么过？到时候你们一家要饿死的时候，可千万别求到我们面前来。行，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去请村长来。说完，他转身提着裙摆就往村长家方向去了。村长来的时候，好些人看着村长往宋冲家里来，都觉得有热闹看，而且这大过年的家里都闲，便都跟着过来看热闹了。宋明清一房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女儿迟早都是要嫁人的，给他们分再多也没有人继承，所以我家里的土地就没必要分给他们了。没错，别说是一亩地了，就是连一间房都别给他们。今日幸好说了分家，若真是不分家，这等到我和荷花老了，我这大哥怕就像是喜儿说的，会直接将我们两口子赶出去。哈，这什么都不分，就是不给宋明清一家活路啊！都是亲兄弟，这宋明和做的这般的绝。说来说去，这不就是看着宋明清没有儿子，好欺负呗？这喜儿丫头不是说了县里的秀才吗？他们连秀才的岳父都敢得罪，这是你的意思？宋冲脸色涨红，连忙摆手：“村长，我说的没错吧？若是分家，我这大伯定然是什么都不想分给我们家的，他恨不得我们一家在村里饿死、冻死才好呢。”宋冲啊，这分家是你们的家事，可我作为村长，有些话我该说的，我还是要说一些的。你们家老三虽然只有个女儿，没有儿子，可你也不能一亩地都不分给他们吧？村长啊，这其实也是个误会，我们这一家好好的，哪里需要分家呀？我跟他们娘还活着呢。那怎么行？爷，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刚刚大伯可是吵着闹着要分家的。你个死丫头，明明就是你爹要分家的。那大伯说说，我爹为什么要分家啊？宋明和看了一眼宋冲，咬紧了嘴巴，不敢说。宋天喜却不愿意惯着他们，主动对着宋福，刚准备恭敬的开口，宋冲的眼色就递了过来。喜儿丫头，当着外人的面儿，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你心里得有数啊。
爷，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村长是治理咱们整个村子的，村子里家家户户出什么事情了，都是村长给我们主持公道的。在我心里，村长可是咱们村里的父母官。村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指外头这些看热闹的邻居啊。宋忠啊，我既然是个外人呢，你就别跟我这个外人说三道四的。小丫头，你来说吧啊！只要你说出个名堂出来，今儿我给你做主。好，谢谢村长。宋明清和孙荷花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若是村长也站在爹娘那边，他们今日什么都分不到不说，怕是还会被赶出这个家了。村长，先前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和县里的顾秀才说了婚事的，今日那顾家又上门来，以什么我与顾秀才八字不合为由，现在要另娶我堂妹宋天欢。这也太没道理了！我听说这成亲的日子不是都定了吗？这日子都定了，还能说八字不合？宋家的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儿，你没答应吧？我看莫不是答应了，不然也不会闹到分家。哼，这样的事情你们也能答应啊？你们这不是坏了你们孙女的名声吗？村长，这事儿说真是那顾家主动提的也就罢了，可您知道为什么顾家会上门来换亲吗？死丫头，你快住嘴吧你！你个没眼力劲的，还不快去将院门关上？是不是要让村里人都看咱家的笑话？这些日子是我对你太过仁慈，以至于你在长辈面前口无遮拦。娘，也别说喜儿不对，她只是说了实话，并没有什么编排或者忤逆的话。好好好，我如今连你女儿都不能教导了。娘，你是喜儿的奶奶，自然是可以教导他们的，可这教导她之前，也希望娘对她像对别的孙子孙女一样。喜儿丫头，你继续说。爷和大伯不想我说也可以，这分家的事情，当家的不能分。这若是分了，我上哪儿找钱给2个大孙子娶媳妇儿？村长，这顾家会上门来换亲的原因，其实是我那堂分，马上分。当家的，这家不能分。你忘了中午我跟你商量的事了吗？奶，你中午和爷商量了什么事儿啊？难不成是这宋天欢取代了我的婚事，你们回头还要将我们卖了，好给家里补窟窿？没错，就是将你这小贱蹄子卖了，到时候给天意和天赐一人娶1个媳妇回来。让你说话了吗？陈天凤被打懵逼了，一回头才想起村长还在这里呢。村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知道我们家这门婚事那是我们家花了不少钱才拿到的好婚事。哎呦，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家里还有2个男娃没成亲呢，这才……你这个蠢货还说！哼，你们家当真要做出这种卖女娃的事情？几年前隔壁牛家卖女娃的教训你们忘了吗？啊，我说呢，怎么你家老三要闹着分家呢？前一脚你们才将他的女儿婚事作废，后一脚就要将他们唯一的女儿卖到牙行去。若换作是我也要分家的。村长，就麻烦你帮我们一方把一下手。我知道我没有儿子，他们觉得我分了家产也没用，可我也是有媳妇女儿要养的。我不需要绝对的公平，但是至少让我们一家服气。凭什么？我是家里的老大，就算是分家产，那也得我是大头，剩下的再是他们分。什么叫你们一家服气？你这意思难不成还要按照你的想法来？你没有儿子，就一个赔钱货，难不成我们宋家的家产以后还要落到一个外星人手上？你做梦！老三，你做人得有良心，爹他答应要分也是一时冲动，你今日若是真把这事情闹难看了，回不了头。我告诉你啊，等这丫头以后出嫁了，你们老了，我们一家可不会管你们2口子。这些就用不着二伯操心了，我爹既然是爷奶的亲儿子，那这家产
我觉得吧，再怎么也应该你们三兄弟平均分配，对吧？虽然你们都有儿子，可你们的儿子是从你们手中继承家产的，难不成你们儿子女儿还要在爷奶这里继承家产？那说出去就有些好笑了。喜儿这丫头说的没错，现在分的是你们爹娘的家产，你们爹娘就你们三兄弟才是平均分配。我不同意。凭什么？我是家里的老大，就算是分家产，那也得我是大头，剩下的再是他们分。大伯，你刚刚还说你不想分家呢，如今你跳这么高，是想哪样啊？我爹只想将我们这一房分出去，你难不成是想将二伯一家也分出去？爷奶，大伯这是想一次性将这家分完呢。老大，你们一房才得了这么好的婚事，就想将你二弟还有我们这当爹娘的撇下了？爹，你说这是什么话？我这争来争去的，无非不也是想咱们少分一些家产出去。二弟，你信我，这不是老三闹着分吗？行了，爹娘，我也不想要很多，我知道我要多了，你们也不能给。分家可以，但我们除了分家协议之外，要让他们多签一个协议。那你说说，除了分家的协议，还要签什么协议呀？这家产他们分走之后不能买卖，以后他们若是死了，他们现在分出去的家产就归老大老二家的男娃们，不能给宋天喜。爹，这法子好啊，这样咱们宋家的家产也不会便宜了别人。在你心中可有把我当成你的儿子？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当牛做马，本以为到了最后，爹娘会挂念几分，没成想你们也是一样的，不希望我这个儿子好。哎，老三呐，你别怪我，谁叫你绝户呢？你们房没办法给我跟你娘传宗接代，我只能是这样了。若你有个儿子，我该给你的不会犹豫半分。娘，这么多年，是我不想生吗？我当初那孩子是怎么落的？我这些年落下这病根，你们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因为二嫂想偷懒，你非得让我一个怀了孕的人顶替她干那一天的活儿。我说我身子不舒服，你还打骂我，这才导致我落了胎。这就罢了，我落胎的第二天，你又说我该洗衣做饭，我被逼的是连一天都没休息过，这才落下了病根儿。哼，那也是你自己活该，自己身子在娘家没养好，怪得了我？这么多年，你一个蛋都没生下来，我能继续留你在这个家，就算是仁慈了。也怪我，那个时候没有护着你。原来是这样啊，爷奶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我爹娘是没有儿子，可你作为他们的爹娘，怎么能往他们心上捅刀子呀？你们总说女子不如男，可就在咱们王朝，这女子还做过皇帝呢。我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毕竟如今家里所有的家产都是我跟你奶一点一点打下来的，你以后若是遇到同样的事情，也会这么做的。我不会，毕竟我不冷血。若是我哪天有儿有女，我定会均分。村长，我爷要让签的协议我们不会签，这若是签了，就是将我爹娘，我们这一房的尊严践踏在地上，会被人嘲笑一辈子的。但是我可以跟他们签另外一个协议。你跟我们签协议？我呸！你个赔钱货，你也够资格？你们这般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觊觎爹娘的家产而已。我怎么就没资格了？我不姓宋。还有，什么叫觊觎啊？我们一家没有为这个家付出，我爹没在地里干活，我娘没在家照顾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就连我们后院养的畜生，1个月前都是我喂的呢。所以这家产，我们房凭什么不能分啊？喜儿丫头，你说，今儿我给你做主。宋天喜走到宋家众人面前，也将自己的爹娘护在身后，看了一眼宋家的众人，最后看向宋福。村长，我爹娘年岁也不大，这若是分家以后，我娘若是能给我爹再生个儿子，这家产定然是我弟弟的。可若是我爹娘命里无子，
我可以是他们的女儿，也可以是他们的儿子，我可以签一个招赘婿的协议。我宋天喜这一辈子都不会嫁人，只会招赘婿。我生的孩子都只姓宋，我来给我爹娘传宗接代。这话一出，现场安静了。而过了许久，陈天凤才嘲讽地说了一句：就你娘那落了病根的身体，还想给老三传宗接代呢？做梦！喜儿丫头说的对，这说来说去，你无非也就在意这是你宋家的家产嘛，对吧？生怕被人分去你半分去嘛。你家老三如今是没有儿子，但他有女儿啊。在咱们王朝，这女儿家是可以招赘婿的，这招的赘婿也都是和原来家里面断干净的，这生的孩子也都是随母姓。那喜儿丫头的孩子将来他就姓宋，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自家的家产被别人分走了。你以为这赘婿是好招的？谁家愿意将自己的儿子放给别人做上门女婿啊？这就不劳二伯母费心了，我又不是跟你一般的，我才及笄没多久，可以慢慢招。哼，那你这辈子都没招到赘婿怎么说？我没招到，我死都死了，剩下的事情你们想怎么安排随便你们。成，可以这么办。哎呀，爹，会不会太草率了？这将来的事情还远着呢。等等，爷，这地和房子是分了，可这家里的粮食呢？难不成让我们一家搬去祖宅等死不成？在你心中，难不成还以为他想跟咱们一家亲呢？爹，您也不用说伤我的话，趁着天色还没黑下来，分家吧。我们家里头一共是14亩地，其中1等地也就是水田8亩，2等地有6亩，还有几分地在山脚下面。这姐丫头虽说招赘婿，可是毕竟是没影的事儿，所以这水田再怎么也不能平均分配。他们一家分上1亩，2等地他们可以分上2亩，这剩下那几分地那是老三自己开荒得来的，也都给他们吧。而这房子呢，这都分家了，住在一个屋檐下都看着也别扭。山脚下那边是我家的祖屋，看着虽然不大吧，可有几间房子，便都给他们了。这水田你就分1亩给他们，这会不会太少了？村长，这个不少了，这水田1年交完税，还能剩不少粮食呢。行，既然爹你这般说了，那就依爹的意思。宋天喜叹了口气，他爹都说话了，他也不好再争，少就少一些吧，只要能分家，从这个家里出去，他有的是办法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宋冲请村长就这么写，宋天喜却拦住了村长下笔的手。等等，爷，这地和房子是分了，可这家里的粮食呢？难不成让我们一家搬去祖宅等死不成？还有锅碗瓢盆，后院的家禽，家里的银子怎么分，也要说清楚。你们还想分粮食和银子呢？既然是分家，自然要分清楚了。对，嗨，我今儿都被你们吵糊涂了啊！这粮食和银钱也是要分的。这粮食可以分，可这银子吧，村长，我们家里花儿马就要出嫁了，答应了亲家的钱不能动。爷，难道家里就只有够宋天欢出嫁的银子，多的1分没有？如果我没记错，就年前进城的那次，家里也卖了不少银钱吧？你和奶都有钱给家里人做新衣裳，没钱分给我们家。你个死丫头，家里这么一大家人吃饭不要钱，过年送节礼买东西不要钱。成，奶不愿意拿出来，我就自己去屋里收去，反正都分家了，闹难看了就难看了。说完，宋天喜就要往陈寒秋屋里跑，陈寒秋连忙站了起来，拍着大腿让自己2个儿媳拉住他。最后他又看了一眼宋冲，不情不愿地去了屋里，磨磨蹭蹭的许久，才拿出来6两银子。银子就这么多了，多的一点都没有。那粮食的，我们家年前买了一些粮食，如今这地窖里的粮食也不多，只够一家老小节衣缩食的吃到下次秋收的时候，也不用去看了。
粮食全部给老三家分100斤，我们剩下还有这么一大家的人呢。爹，地窖的粮食有多少，村长不清楚，我是清楚的。100斤粮食，怕是我们分出去之后，最多挨到5月份。我也不多要，就200斤，200斤才够我们一家缩衣节食的活到秋收。爹，可千万别答应他们啊！他们能不能活，这分家以后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跟我们可没关系。大伯二伯，你们先前不是对我爹兄有弟恭的，经常给他说什么以后我嫁了，他们老了，你们的儿子给他养老。可如今要分家的时候，你们这是巴不得我爹娘死了才好呢。爷若是不愿意多给100斤粮食，那这个家我们房就不分了。当真？那是肯定的，毕竟这分出去，我们一家也活不成，倒不如在这家里当个蛀虫。只是你们干的事情，确实伤了我们一家的心。只要是让我们一家再像以前一样为这个家尽心尽力的付出，那是不能够了。我娘呢，她本来就有病根，你们又这么在乎我爹没有儿子，这继续待在这个家，以后看病吃药肯定是少不了了。毕竟要努力给我爹生个儿子不是，也免得再被说三道四的。而我爹呢，目前反正也没儿子，以后也不需要跟着你们去地里了。反正他做再多也没个继承的人，做那么多干嘛呢？倒不如让爷奶和大伯二伯养着。而我呢，给他们，多给你们100斤，撑死你们一家3口才好。这银子我们就均分，若是奶不愿意，我不介意请官府过来收家，看看家中到底有多少银子。给他们。还有这锅碗瓢盆，拿你们一家3口的。后院的鸡呢？那鸡可是我喂大的，不能给。你们家抓2只走。那就谢谢爷了。这分家是谢了，那这养老呢？他们既然分出去了，不跟我们一起住，公爹和婆母的养老，他们不能不管吧？没错，分家说的这么清楚，爹娘每年的养老钱怎么算，也得说个清楚。大伯母和二伯母想怎么算啊？赡养公爹和婆母是3个儿子均分的，婆母1年在吃上面差不多就要5两银子，再加上平常偶尔会生个病啊，置办新衣裳，人来礼往的，总共10两银子，不过分吧？这样算下来，你们一家1年给你爷奶的赡养要给3两5钱。你笑什么？二伯母可真会算计，你当真以为我们一家是冤大头啊？我也不知道2个老人1年在吃食上会吃5两银子进去，他们在这家里也不知道每日里是吃的什么山珍海味的，我怎么从生下来到现在没见到过呢？你这莫不是将你们这一大家子都算进去了吧？还有这置办衣裳和人来礼往，1年要5两银子，爷奶这天天串门走亲戚也花不了这么多吧？你爷奶上年纪了，多花一些不行啊？爷奶自己有银钱，自然是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就怕是有心人想坑我们一家的钱。还有凭什么赡养爷奶要平均分配？我爹娘不过分了家里1/5的家产，要跟你们平均赡养老人，你说出去可不可笑？村长，这老人赡养我们认也该，毕竟爷奶生了我爹，有我爹才有我。可是这赡养的费用，还请您按照正常规格加上我们家分的家产来计算。没错，小丫头说的对呀。恭喜你，即将踏入地狱。如今你爷奶还能动呢，这吃穿就算是拉满了满算，2个人1年也不到2两银子。若是生病的话，到时候花了多少，你们3兄弟到时候再单算。你爹只分到这么一点家产，咱这养老钱就要少出。按照这个比例的话，你们一家1年给你们爷4000银子即可。大房二房哪里会同意？宋天喜重复道：行，你们不同意也行，那这个家就不分了。我娘先前落胎落下了病根，这以后啊，就按照村长说的那么办。爹，怎么要我们2个老的你们给多了？4个人立马又不敢说什么了。分家的事情总算是算清楚了，宋明清朝着他和陈寒秋跪了下去。以后不能常伴爹娘左右，
望你们自己爱惜身体。接着他磕了3个头，站起来拉着自己的妻女，准备回屋里收拾东西去了。你们把做好的婚服拿出来，如今分了家，又换了花儿出嫁，那东西不属于你们了。宋天喜直接去他自己的房里，在柜子里拿出了那红布和后面孙荷花贴钱买的红盖头。我就没打算嫁，这嫁衣你们怕是得自己做了。宋天喜，这都1个多月了，你居然没做嫁衣？我说了呀，我就没打算嫁到顾家去。你不想嫁，那你先前跟我争什么？我是不是着了他的道了？年前你扯的布呢？拿出来！你既然不是这个家的人，就没资格用那布做新衣裳了。都做成衣裳了，怎么，大伯母你想要啊？可按照你们的体型，这3套衣裳你们怕是穿不上的。奶，扯布的时候我们可还没分家呢，如今大伯母要把这衣裳要了去，这些日子以来你也知道我这嘴巴是个没把门的，到时候我一气愤去村里说点什么，您和爷可别怪我。让他们带走。可是娘，那可是新衣裳。我说的话是不是也不听了？宋明清还想好好看看这个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那边宋明和和宋明水却催促着他们赶紧离开。恭喜你，即将踏入地狱。宋天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如今这般就是嫉妒我，所以才这样说的。宋天喜只是讥讽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追自己爹娘去了。到了老宅，这宅子年久失修，就那院门一碰便倒了下去。明日里我就将这院门修好。没事的爹，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你去找人借个梯子来，我和娘去割草。今天我们就简单的修整一间屋子出来，等明日天亮了，我们再修别的几间屋子，这屋子总能修好的。就是，老家的左右，咱还有个住处不是？好，那我去找隔壁王叔借一下梯子。终于赶在天黑前弄好了一间房子的屋顶，一家人晚上也算是有个地方可以落脚了。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